正在使用骁龙888或者说8件1机型的小伙伴，你们觉得手上的主力机性能、发热、续航各方面表现还满意吗？满意的可以打个1，不满意的可以打个2，可以先走一波弹幕。从去年到现在，相信大家对于手机厂商发布会上的 PPT 性能介绍都有一种狼来了的错觉经常就是发布会上吹的性能很强，功耗很低，体验更好。但实际新机到手之后呢，发现发热、降频的降频，锁帧的锁帧，两代火龙处理器机型的体验都是一言难尽。那么更换工艺制成之后的骁龙8 Plus 相比上半年的骁龙8到底有多少提升？小米 12S 系列的日常流畅度、性能、续航表现到底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测一波。12S Pro 我们买到的是白色版本，也就是 12S 新增的一个配色。不过这个白色 AG 玻璃后盖呢，和官方的渲染图有一定差距并不是魅族18 Pro 那种纯白 AG 玻璃，也不是 Mate 40 Pro 那种亮白色正常室内光线下会有点偏灰的银白色，户外阳光下看起来呢会更加白一些。当然，从整体的后盖颜值来说，我觉得 12S Pro 还是挺不错的。至少对比上半年发布的这波国产旗舰，相机模组设计和谐，没有为了辨识度而辨识度，握持手感呢也挺好。12S Ultra 的后盖设计就见仁见智了。我们之前在体验店上手过黑色版本感觉呢是这个素皮后盖确实太老气了。这次我们买到的是绿色版本，看起来呢会相对年轻态一些。这个绿色很多时候看起来像是淡淡的灰色，因为1英寸大底主摄相机模组部分凸起呢确实非常明显。握持手感呢也要比 12S Pro 更加厚重。12S Pro 白色裸机实色厚度呢是 8.6 毫米左右，204克。12S Ultra 的裸机实色厚度呢是 9.4 毫米左右，225克。那么大家觉得 12S Ultra 绿色版本这个后盖 ID 满分10分的话，你会打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这里我们也是试了一下壳膜匹配情况，用大米精选配件的12 Pro 超轻灵感膜是可以和 12S Pro、12S Ultra 完美通用的。贴膜尺寸呢要比官方的覆盖面积更大，并且无开孔设计，看起来呢会更加一体。白色 PP 壳手感细腻，完美还原裸机手感。OK，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骁龙8 Plus 的性能测试。注意，这一次新处理器的完整命名并不是骁龙8 Gen 1 Plus， 而是叫做骁龙8 Plus Gen 1。视频里我们统称为骁龙8 Plus。首先按照惯例来看一下处理器的核心规格 ，A510 加 A710 加X的 CPU 微架构不变，但是骁龙8 Plus 的频率有所提升。比如说 A710 中核从 2.5 GHz 提频到了 2.75 GHz，X 大核从3 GHz 提频到了 3.2 GHz。GPU 频率呢，则是从818兆赫兹提频到了900兆赫兹。其他方面，比如说 CPU 的3级缓存配置、ISP、DSP 以及 GPU 的型号呢都没变毕竟往年高通半代升级产品基本也就是差个屏。这颗 SoC 最大的升级还是工艺制程，从三星的4纳米变成了台积电4纳米。这2年三星工艺的性能表现大家应该都是有目共睹仔细回想一下 ，Exynos 1080、谷歌的 Tensor、骁龙780G、888、8 Gen 1、7 Gen 1我们评测过的基于三星4纳米、5纳米的手机 SoC 都是无一例外的拉垮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挺适合目前的三星工艺的。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CPU 跑分方面，性能模式下，两台小米 12S 系列机型呢，Geekbench 5单核多核成绩基本在1300加和4300加左右。我们手上这台 Pro 呢单核强一些 ，Ultra 呢多核强一些。相对上半年小米12 Pro 性能提升呢还是挺直观的。对比天玑9000的 K50 Pro 来说，骁龙8 Plus 单核呢略强一丢丢，多核呢稍弱一丢丢。GPU 方面，骁龙8 Plus 的 GPU 频率提升到了900兆赫兹，在 3D Mark Wildlife 非限制模式中可以达到平均65帧左右。对比骁龙8呢，大概有5%左右的性能提升，同时呢，也要比天玑9000强24%左右。当然了，经过这2年，大家应该也都明白了，理论的跑分性能其实呢也就图个乐毕竟都是跑分百米单打鸡血的运行效果，实际呢还是得结合日常的性能调度、续航以及更多的能效、游戏实测来看。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日常的性能调度情况。上半年小米12 Pro 的日常性能调度可以说是怂到老奶奶家了。应用内的中核大核频率限制到了 2.22 GHz 加 2.05 GHz。我们用京东 Benchmark 测试呢，实际性能限制到连865都不如12S Ultra 和12S Pro 日常调度没啥区别，这里我们用12S Pro 作为演示。在程序打开加载的时候，中核最高频率呢是 2.57 GHz， 大核最高频率呢是 2.82 GHz。不过应用内超大核频率会被限制到 2.24 GHz正常来说，像淘宝、京东这些3A 大作里面，页面点击加载环节还是需要超大核来提供更强的爆发力的。所以这个日常调度呢，还是略微有些怂但是确实比之前小米12 Pro 好了很多。其他 App 内的主观流畅度呢也会更好，连续程序打开切换，温度呢也下来了。此时用京东 Benchmark 测试，性能得分呢是单核880加左右，多核呢是4000左右。高刷策略方面，我们还是用之前的30款常用 App 进行对比。
Pro 和 Ultra 默认到手的设定是智能刷新率模式这个模式下高刷策略依然是非常尴尬。30款常用 App 有17款锁了60赫兹，其他13款里面有8款是锁了90赫兹，只有5款应用是120赫兹，依然是个智障刷新率，建议到手就关。手动切换到120赫兹之后，高刷策略恢复正常。30款 App 有7款锁了60赫兹主要集中在视频类和地图类。当然，视频类里面 B 站和优酷是解锁120赫兹的。建议呢，小米着重优化下默认这个智能刷新率，一花120赫兹，一花90赫兹，一花60赫兹，真的是太影响体验了。或者说干脆去掉这个选项得了。那么更换台积电4纳米工艺之后，处理器的功耗到底下降了多少呢？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了。先来看一下 CPU 部分，在 AnDespec 06测试中，骁龙8 Plus 3.2G 赫兹超2大核的性能得分来到了51.95，功耗呢是3.63瓦，实际能效得分呢是14.31对比上半年的骁龙8，性能提升了8.7%，功耗降低了8.8%，实际能效提升19%左右。不过3.6瓦左右的单核功耗对于手机来说依然是不低这点估计也和3.2G 赫兹的高频率有很大关系。综合方面，性能得分呢是36.71分，功耗呢是1.74瓦，能效得分呢是21.1相比骁龙8，性能提升了10.5%，功耗降低了17.5%，能效整整提升了34%。虽然说综合也进行了超频，但是频率呢毕竟没有拉得太高，实际能效相比三星4纳米版本的 A710综合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当然，骁龙8 Plus 这个 A710综合，如果说和台积电5纳米加 A78 的天玑810相比，能效呢还是要落后些的。所以说 A510加 A710这两个卧龙凤雏，只能等 ARM 下一代架构改进了。GPU 方面，其实上半年骁龙8表现还算不错，毕竟在三星4纳米工艺加持下，还实现了性能能效双增长。换到台积电4纳米工艺制成之后 ，GPU 部分的能效提升就比较明显了。GFX Bench 曼哈顿 3.0 离屏渲染测试，骁龙8 Plus 性能得分呢是268帧，功耗呢是8.64瓦，能效得分呢是31.02。对比上半年的骁龙8，性能提升了5.1%，功耗下降了20.9%，能效提升了整整32.8%。对比3代旗舰骁龙865，骁龙8 Plus 在性能提升116%的情况下，能效依然是能够做到领先GPU 呢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大升甲。而且对比天玑9000来说，骁龙8 Plus 在性能领先18.6%的情况下，能效依然要强14.6%。在更高负载的阿斯特克1080标准测试中，骁龙8 Plus 性能得分呢是125，功耗呢是8.64瓦，能效呢是14.47。能效相比骁龙8提升了34.2%，对比天玑9000，性能强23.7%的情况下，能效强了6.7%。所以从理论的 CPU、GPU 能效测试来看，骁龙8 Plus 提升最大的地方还是 GPU 部分确实是目前整个安卓阵营的天花板CPU 综合能效提升34%，超2大核能效提升19%左右。其实按照提升比例来说，这部分也是提升很大了，但是一定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之前骁龙8建议 CPU 能效实在太烂的基础上。综合能效相比天玑820的 A78依然要弱些，所以手机厂商吹了一遍又一遍的驯龙，最终的驯龙高手还是台积电。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频率下处理器的实际能效比并非线性更换台积电4纳米工艺之后，骁龙8 Plus 的中低频下的能效改进应该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中低负载的王者荣耀表现。这款游戏更多的是侧重 CPU 性能对 GPU 的压力呢是比较小的。但是上半年很多8进1机型在这个测试项目里面表现也是挺糟糕的，要么呢就是强制降分辨率，要么呢是功耗挺高主要还是 CPU 能效太拉垮导致。屏幕固定200尼特，超高分辨率，极致画质，90帧模式。性能模式下，小米12S Pro 和小米12S Ultra 表现呢几乎是一致，平帧率是90.7帧，整机光呢是3.3瓦到3.4瓦左右，帧率还是非常稳的。但比较让人迷惑的是即便是换了骁龙8 Plus， 12S Pro 和12S Ultra， 王者荣耀依然是给你强制降分辨率，开启 GPU 高质量也是一样降，实际分辨率呢和小米12 Pro 一样，大概是900p 左右。当然对比来看，同样降到900p 左右的情况下，12S Pro 相比12 Pro 的功耗依然是下降了挺多的。后者整机功呢大概是4.4瓦，对比不降分辨率的 K50 Pro 和 K50， 整机功呢大概是3.4瓦，但是天玑810的 K50 帧率呢要比 K50 Pro 更稳些。再来看一下中等负载的和平精英高清 HDR 90帧模式，注意是高清 HDR 90帧，不是低画质90帧。考虑到老机型系统更新，调度策略有所变化，所以这些机型呢我们都重新测了一遍。两台骁龙8机型平均帧率呢都是89帧左右，但可能是没有适配优化好的关系帧率波动相对 K50 系列呢要大一些，尤其是中核和大核的频率都被限制在最高 1.55G 赫兹和 1.65G 赫兹，整机功耗呢倒是都挺低，4.3瓦到4.4瓦左右。只不过在吃鸡这个游戏里面两款 12S 系列机型还是和小米12 Pro 一样强制降分辨率。极烦。理论上，骁龙8 Plus 的 CPU、GPU 能效进步都是挺大的，
完全不用担心跑不动，或者说会导致发热严重啊。毕竟 K50和 K50 Pro 都是不降的，帧率、功耗的表现也都挺稳。我都怀疑是不是开发人员直接把小米12 Pro 的游戏调度降分辨率策略应用到了小米12S 系列上。当然，同样降分辨率的情况下，12S Pro 和12S Ultra 依然要比12 Pro 的功耗呢低许多。后者平均帧率呢是77.9帧，功耗呢是5.5瓦左右。最后来看一下喜闻乐见的原神啊，需要注意的是，12S Pro 和12S Ultra 默认到手，如果你不改设置，进入游戏依然是强制降分辨率，大概是 568P， 也就是中等渲染分辨率，需要在游戏中心里面的 GPU 选项中开启高质量才是正常的 720P 渲染。12号我们测完一堆数据，结果13号原神 2.8 就更新了，然后用 2.8 版本复测的时候，发现数据呢又有些变动啊，所以说这几台机子又全部用 2.8 版本重新测试了一遍。开启 GPU 高质量加性能模式，原神环节 12S Pro 表现出色，平均帧率呢是 58.6帧，整机框呢是 5.8瓦。虽然说游戏过程中还是会间歇性的掉到45帧左右，但结合功耗来说，是我们目前测试过的所有安卓旗舰里面表现最强的。15分钟游戏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5度左右。12S Ultra 的成绩和12S Pro 呢基本差不多。从游戏调度来看，这一次12S 系列两款机型应该是针对原神做了调度优化的。按照之前小米12 Pro 的调度策略，基本是给你限定一个最高频率，然后长时间运行在这个频率上，发热之后呢短暂降频，然后再恢复。12S Pro 和 Ultra 大多数时候呢，中和大核频率是 1.65 GHz 加 1.53 GHz， 遇到负载压力提升的场景，会瞬间把处理器频率提升到 2.27 GHz 加 2.24 GHz， 然后呢再快速回落啊，确实很好的平衡了平均帧率和功耗的问题。当然，这也对性能调度的响应有比较高的要求。如果负载高的时候，处理器提频不够及时，也容易出现卡顿。对比来看，最新系统下，小米12 Pro 性能模式下，平均帧率呢只有 44.2 帧，功耗呢是 5.5 瓦。如果是开启极致模式，帧率提升到50帧左右，但是功耗呢也来到了 6.7 瓦，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9度左右。K50 Pro 平均 57.6 帧，整机框呢是6瓦 ，K50 平均 56.8 帧，整机框呢是 6.1 瓦，机身最高温度两者都是46度左右。续航方面，300尼特屏幕亮度，5G 加 WiFi 混合测试。小米12S Pro 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13分。12S Ultra 虽然说电池容量更大，但实测续航呢基本上和 S Pro 差不多。我们测试了2次都是这个结果，对比上半年的12 Pro 还是进步挺大的，而且日常发热也降低了许多。不过横向对比其他机型，这个续航测试其实也有一定水分，因为王者荣耀和吃鸡环节也都是降了一些分辨率的。OK， 那么简单小结播，虽然说骁龙8 Plus 相对于上半年的骁龙8只是一个半代升级产品，按照往年高通865到870、888到88 Plus， 其实核心体验不会有什么变化。但今年和往年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工艺制程从三星4纳米变成了台积电4纳米，实际提升确实很大。结合处理器的能效、游戏实测、续航各方面来说，骁龙8和8 Plus 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产品。当然，换个角度来说，也是因为上半年骁龙8精英实在是太烂了。骁龙8 Plus 只是回到了之前865时代高通的正常水准。对比天玑9000 ，CPU 表现其实差别不大，但是 GPU 能效要更强。另外，高通在视频解码这一块也会比发哥平台呢更稳。所以下半年各家安卓旗舰核心 SoC 这块体验不会再成为体验上的明显短板啊，就看各家的新机优化以及其他规格方面的配置到底表现如何了。当然，关于小米12S Pro 和小米12S Ultra 的性能表现，我觉得总体上还行，日常使用的更加流畅，发热更低，尤其是这一次原神的优化效果，确实很好的兼顾了功耗和帧率的平衡。但是在这两款机子上，依然是能够看到一些火龙发烧的后遗症，比如说默认的智能刷新率依然是一个智障刷新率。既然处理器能效大幅提升，你这王者荣耀吃鸡还给我强制降分辨率是干什么呢？而且还是调不回来那种。原神默认设置进游戏也是降分辨率，需要手动调整 GPU 选项到高质量。另外呢，就是 X2 大核在应用内的频率可以适当的再开放些。看完12S 系列的性能、续航、日常游戏测试，我觉得最受背刺的应该就是上半年的小米12系列用户了。毕竟发布的时候流畅度没有优化好，游戏体验呢也不太行，半年后又大幅降价，所以我们年初劝大家不要购买8进机型的结论，放在现在来看依然没啥毛病。当然，关于小米12S 系列其他方面的详细测试，我们会在下期视频中给大家带来。因为本期视频的测试数据工作量比较大，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视频里提到的这些问题如果后续系统更新有改善，我们也会在下期视频里面进一步分享。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